说，心里觉得和中国越来越近了，好像是我第二个故乡。对我来说，中文是最遥远的一种外语，最想理解这种汉字背后整个那种中国文化。一带一路开始了10年，想不到一个城市会变到那么的厉害。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千磨万击还坚劲，人而东西南北风。间隔峥嵘而崔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五花马，千金裘，或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五花马，千金裘，或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天哪，想不到有这么多外国人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去问问他们。你们好。你好 ，Hello， 你们都来自哪里呀？我们来自2023年的中国，你是？我是数字人李李。最近我在穿越时空，连接次元，沿着丝绸之路，从古到今的时空坐标，穿越到不同的时代切面，见证了不同的丝路故事。这不，我刚刚到这里就遇到了你们。这个次元好美呀，到处都是中国最美的诗词。是啊，我们都是热爱中国诗词文化的留学生。那你要不要去我们那边看一下？我们那边还有一群喜欢中国古诗词的外国朋友呢。真的吗？那太好了，我们走吧。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桥梁。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璀璨明珠，凝结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根脉，更是一种传承千百年的情感表达。而人类的情感是可以共通的，无论肤色，不论国别。在吟诵起优美的诗词时，一种文明的交流就已经发生。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文学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开始之前，我希望同学们能先仔细听，仔细看。汉语听力现在开始。这是青岛大学一堂有趣的中国古典文学课。教室里坐着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喀麦隆的李瑞阳，越南的范新芳，赤道几内亚的秦越，都是中国诗词的忠实爱好者。而这堂课要从反映大唐诗仙李白和边塞诗人高适的电影《长安3万里》讲起。诗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那么今天正好我们有一位中国同学，他来自我们的历史系历史学院，我想让他给大家朗诵一首他喜欢的一首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中国的古诗就是人最基本的情感的表达，所以学生们可能在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古诗词的时候，他就是带着感情去的，因为只有感情的朗诵，甚至一些夸张的表情，才会让学生感觉到这个古诗背后到底都有什么，他在说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骤如金丝暮成雪。我是李瑞阳，来自世界上最热情的国家吧，喀麦隆。现在在青岛大学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通过中国古诗词，我还学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热情的李瑞阳喜欢在海边诵读，而温婉的越南姑娘范新芳则喜欢对月起舞。他们内心都洋溢着对中国诗歌的喜爱。在越南，我们课本里有中国唐诗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就接触到中国的古代的文学。现在来到了真实的中国，我们开始接触到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古诗词的时候，我才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内涵。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们，因为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了中国。他们在课堂上从古诗词中感受古代的中国，更在现实生活里看见当下的中国。中国的科技方面比较发达，扫码支付，因为到现在在我的国家没有这个。不要带钱包也没事的，因为钱都已经在我的微信里，然后我用支付宝扫码就可以坐车。但是在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科技，如果我们要坐车的话，要付现金。身处在热闹的都市当中，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展现着青春的活力。而中国传统文化就像一块有磁力的磨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吸引这些留学生参与其中。小指和无名指在下，然后3个手指在上，笔是竖直的。在暑假我去了几个城市，那边的老板看到我看外国人，他就一开始就说hello， 然后我跟他们说你好，我想住几天，然后他们一听你汉语说的那么好，他们就很热情的说你要住几晚啊，我们有什么样的房间等等。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喜欢了中国菜，但是这次来的时候我太喜欢了，还有中国茶，我的生活方式也换了。我在亚美尼亚，我的国家一直喝热水，我心里觉得和中国越来越近了，好像是我第二个故乡。现在我不觉得我是外国人，我觉得不是中国人，但是我觉得这里很欢迎我。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0年来，在丝路沿线，教育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其中不仅有像诗词等东方传统文化的润物无声，也有像鲁班工坊等国际化职业教育的授人以渔。回望来时路，展望未来途，一条满载着文化、知识、技术和情感的丝绸之路，将跨越时空界限、语言阻隔，成为连接世界各国的多彩纽带。沿着丝路，中华大地的文化与科技持续地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4大发明传入西方，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中文也以其深远的意蕴、浪漫的表达，持续影响着世界。比如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4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在世界上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自清乾隆58年从浙江乍浦港与货物一起漂洋过海，流传到日本长崎开始，《红楼梦》在海外传播的历史至今已有230年。《红楼梦》的故事不仅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广泛流传，也在19世纪30年代进入到欧洲众多国家，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之一。沿着丝绸之路，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学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在荷兰，当地文化出版界依然保持着对中国文学的好奇和期待，这其中翻译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翻译家林克，居住在莱顿。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这座荷兰西部的古城中度过。著名的莱顿大学一度成为欧洲科学人文中心，这里有欧洲顶尖的中国研究专业，很多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来此访学研究。我是一名文学译者，把中国文学，主要是当代小说、现代小说翻译成荷兰语，向荷兰的观众、荷兰的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对我来说，中文是最难学、最不一样的一种外语，最遥远的一种外语。就是想理解这种汉字背后的一个整个那种中国文化。林克对很多中国作家如数家珍，对他们的作品都能娓娓道来。他与其他2位翻译家联合，历时13年，终于在2021年完成了首部荷兰语全译本120回《红楼梦》的翻译工作，轰动了中荷2国的文学界。《红楼梦》在我心目中很值得翻译的。天天跟这本书待着，跟这本书慢慢的就翻译成荷兰语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天天都是很幸福，可以这么说。《红楼梦》规模宏大，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4大名著之一，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1793年，清朝乾隆年间，一艘名叫“银2号”的货船从浙江乍浦起航。这次航行在中外文化传播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因为银2号船上载有67种中国图书，其中就有《红楼梦》9部18套。此后，《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驶向了世界，并且在一代代像林克这样的翻译家的努力下，让更多人领略到了东方古典文学的魅力。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林克的翻译之路仍在继续。不仅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他现在也在翻译中国的当代文学，希望让西方读者更多地了解现在的中国。今天他来到阿姆斯特丹，准备与出版社代表见面，讨论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的《戊戌笔记》荷兰语翻译事宜。史铁生这个作家，我很早就喜欢上了。史铁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作家，他的文学，他的写作方式跟其他作家可能有点不一样，他会考虑一些人生的一些更加个人性的东西。尽管相隔万里，
林克是史铁生的忠实读者，从2009年起，他就尝试联系当地的出版社，希望在荷兰出版史铁生的作品。他的愿望终于要在2023年末实现。Wauw, dat is toch wel gaaf. En er is ook een bijzondere versie met je mooie. Een soort gecommentarieerde versie met plaatjes. Dan vind ik de plaatjes vind ik wat minder. Ik was dus bij die Schwab-middag, waarbij die boekhandelaars. En op het idee dat je meeleeft met iemand die in een rolstoel zit. Dat is gewoon ook echt interessant. Dat heb ik ook nog niet zoveel gelezen eigenlijk. Klopt. Ja. Dat is eigenlijk wel waar. 出版商哈特曼同样被史铁生的文笔所触动。他说，戊戌笔记的出版也离不开中国方面的支持。We were very enthusiastic by the help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because they make it possible at all to have such a large volume of work translated into the Dutch language. And for an independent publishing house as we are, it's not always easy to find the funding for this type of large works. So they cooperated very well, and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them for helping us. 尽管已拥有许多殊荣，林克仍沉醉于辛苦的翻译工作。正是对中国文学的这份热爱，让他多年来不断坚持。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我们自己作为译者，自己推荐一些书给他们。作为译者的话，当然是一个很孤独的职业吧，但可能很适合我这个性格，我就是喜欢这样去做。我觉得要光看书，也要体验一下中国日常生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人员互通更为便捷。许多像林克这样的文化使者，有更多的机会来到中国，体验中国生活，听闻中国故事，感受中国文化，并把对新时代中国的印象带回他的国家，让西方民众更了解真实而生动的中国。一带一路就像是神奇的纽带，将不同的文明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真正的休戚与共，互相成就。丝路通天下，更通向一个100年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天下大同。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从几十年前鸡毛换糖，如今已经跃升成为世界超市。210万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汇聚义乌国际商贸城，又销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发送超3000万件快递。从一星欧班列带动的世界风，到直播村不息的长明灯，完善的海陆空物流体系为义乌发展插上腾飞之翼，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这个无人机可以飞多久？飞半个小时。这个是多少钱吗200、200。这个掉沙也不会坏。掉吧。No problem。这是伊朗商人哈米。在这座每个摊位只驻足10秒，都需要逛1个月的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他却像对自己家一般熟悉。03年的时候来到中国，每个月都来义乌和杭州采过东西，就是“一带一路”开始了10年，真的我想不到一个城市会变到那么的厉害，真的。像换了一个城市一样的，从一开始的一些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基建，到现在已经是比较发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还是挺自豪的。如今，在册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100万户，义乌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世界各地的人来此做生意，很多外国人也在义乌扎根，在义乌生活。我们鸡鸣山社群成立于2003年6月，区域面积呢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3.3万人，其中呢包含了29个少数民族同胞2082人，以及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人员1388人，4个多国籍、多民族、多元素的融合国社区。鸡鸣山社区被称作联合国社区，多民族、多国别的居民结构也让这里的社区生活别具一格。因为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邻里之间的小分歧在所难免。这时便是这位伊朗老娘舅闪亮登场的时候了。是燕先生啊，是吗？对对。是我们那套那个房子，然后现在里面的空调坏了，我们是租给他。他现在就是说那个押金扣200呀，然后就好了。我说这空调我买的时候2000多，200块钱是没办法修。我们现在押金是不退的。之前，我还以为是我人老了，所以他们叫老年酒。然后有一个我们社区的同事说，中国的文化里面，舅舅是老大的一个身份，如果有矛盾，舅舅来解决，因为大家听舅舅的话。我觉得是现在换新的啊，对他也有一点会不公平，因为你交给他的时候也不是新的，要么你们2个一起上二手市场，你看哪一个比较干净，哪一个比较好，然后他替你付钱，那没问题，那可以接受吧？那可以。谢谢叶先生。国际老年桌。所以给外国人他们一个安全感，我是一个桥梁，可以把这个矛盾解决，我觉得很荣幸。兼容并蓄的生活环境让这个国际社区有了大家庭的氛围。最近，这个大家庭又迎来了一个新居民。他来自2万公里外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到义乌1个月，因为酷爱中国武术，于是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武强。I'm starting interest in China at an early age. I was around 4 or 5 years old. I think we're fascinated with Bruce Lee and the Kung Fu movies. So my mom said to me, okay, do you want to practice martial arts? I can take you to practice Taekwondo or Karate. That's more popular. They said, no, I want to practice Kung Fu, Chinese Kung Fu. 从小向往中国的武强，200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次短暂的旅程让他念念不忘。他仿佛找到了精神家园。今年，武强正式长久移居义乌，成为了鸡鸣山社区的新成员。For me, today I like to live in China forever and promote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for me, it's like a dream. Promote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help to another people come to China. So that's my plan is just to stay here and do more things and maybe create my family in China too.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社区的工作人员早早来到活动场地开始布置。这是我们鸡鸣山社区为了中外人才家庭举办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活动。义乌作为一个中外融合的一个窗口嘛，非常需要这些活动来支持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交流。华灯初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鸡鸣山社区居民接踵而至。从用毛笔签到进场开始，中国传统中秋佳节的元素无所不在，氛围感拉满。
每年的这个节日，所有的邻居，然后跟他们聊聊，玩得很开心。不管是老居民还是新居民，其乐融融，共度中国节。临时搭起的面岸被围得水泄不通，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国际居民们跃跃欲试，揉捏、入模、成型，一个个象征团圆的月饼制作完成。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来自各国的友人在中国传统中秋佳节欢聚一堂，拉近了邻里的关系，走进了彼此的内心。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大道同行，行稳致远。在同一轮明月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2023年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10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这条从2000多年前延续至今的连通之路，将会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成为造福世界的发展带和惠及人类的幸福路。文化因多样而丰富，文明因交流而精彩。千年丝路向心而行，风起东方，还看中国。你好，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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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